房内突起大火，一对美国华裔夫妻葬身火海，女儿以纵火罪被判入狱17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毁掉了这个花季少女的所有？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入狱17年。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2003年，一则谋杀父母案震惊了北美华人圈。年仅17岁的花季少女想要得到父母的人寿保险和获得更多与男友在一起的时间，以极其凶残的作案手法谋害了自己的父母。事后，她经3次庭审，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2020年，她已经入狱服刑17年。当年的17岁少女已经成为34岁的女人。不出意外，她的余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再也体会不到高墙外面的自由生活。可偏偏案件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就在这个女孩入狱的17年后，案件被重新审理，她被认为是无辜的，这是一场冤案，她得以沉冤昭雪，重获自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冤案？她又为何在入狱17年后才得以自证清白？2003年4月，美国麻州的一个华人家庭惨遭大火，随后消防员赶到，从大火中救出了这一家17岁的女儿蔡兰西与16岁的蔡肯尼。可父亲蔡吉米和妻子安妮因年纪较大，腿脚慢，并且在火灾的中心处没能被消防员救出，双双丧生火海。事后，消防员对火灾现场进行检查，他们在屋里找到了几个装着汽油的罐子。火灾的发生原因正是汽油助燃，消防员判断这不是一场单纯的火灾，而是人为纵火。当时屋子里有4个人，2个人被救出，那这场火灾会与侥幸生还的2人有关系吗？随后，警员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一名化学分析师在蔡兰西的运动裤上发现了汽油的痕迹，这让警员对蔡兰西起了疑心，这很可能是他泼汽油时不小心溅上的。而消防员的一番话更加肯定了警方的怀疑。消防员说，在救出蔡兰西那天，他看上去很平静，并没有因为失去亲人而感到痛苦。随后，警方找到了蔡兰西，了解那晚的情况。蔡兰西解释说，她与父母的关系正处在非常紧张的状况，因为父亲不让她去见男友，也不允许她在大学住校，还总是使唤她做家务。在审讯过程中，蔡兰西表达了自己对父母的不满与愤怒。基于这些理由，警方怀疑蔡兰西的谋害动机是为了想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得到父母的保险金，便谋害了自己的双亲。此时，警方也开始调查与蔡兰西一起被救出的16岁男孩蔡肯尼。原因在他的枕头旁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纵火烧屋子的计划。警员对比了2人的字迹，这属于蔡肯尼的笔记。他也是谋害蔡兰西父母的凶手吗？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蔡肯尼比蔡兰西小1岁，但他并不是蔡兰西的弟弟，而是他的侄子。虽然只长了1岁，但他要叫蔡兰西姑姑。原来蔡兰西的父母是再婚，这个蔡肯尼是蔡兰西的爸爸蔡吉米与前妻的孙子。简单点说，蔡吉米是蔡肯尼的爷爷，蔡兰西是蔡肯尼的姑姑。在蔡肯尼12岁时，他的父母在香港双双去世了，于是爷爷蔡吉米就把蔡肯尼接来一起生活。这时，蔡兰西和蔡肯尼2人都有作案嫌疑，警方以纵火罪与谋杀罪起诉了2人。他们谁才是谋害亲人的凶手呢？还是2个人一起合谋的？在本案中，警方掌握的证据就是在蔡兰西裤腿上发现的汽油痕迹，以及他对父母的不满情绪，还有在蔡肯尼枕头旁找到的纸条，以及屋内发现的汽油桶。随后，警方起诉了2人，法庭对他们进行了第1次审判。可法官却说，警方掌握的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并不足以为2人定罪。可在媒体人眼中，蔡兰西有着明显的作案动机，而蔡肯尼没有。大家更愿意报道蔡兰西就是那个残杀父母的不孝女。在第1次审判中，因案件缺少直接证据，法庭决定让案件留审。他们2人也以谋杀罪和绑架罪名被关押起来。如果找不到证据，他们2人还会顺利受审吗？就在这时，一个关键证人出来说话了，他就是一同被关押的16岁男孩蔡肯尼。在第2场审判中，蔡肯尼告诉陪审团，蔡兰西出1万美元要他纵火，整个计划都是出自姑姑蔡兰西，自己从头到尾都未动手。因为有了这份供词，让蔡兰西纵火谋害父母的动机、间接证据与证人都齐了。蔡兰西被以2项1级谋杀罪和纵火罪起诉，而蔡肯尼也就自然被无罪释放了。可陪审团对于蔡兰西的定罪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此案一直饱受争议，直到2011年，陪审团对蔡澜熙进行了第3次审判，最终意见达成一致，蔡澜熙以1级谋杀罪和纵火罪被判处2项终身监禁，永远不得假释。可事实真像侄子蔡肯尼说的那样吗？这个蔡肯尼与爷爷一家生活在一起4年，他们的生活真的和睦吗？本来凶手找到了，案子到这里也应该结束了，但蔡澜熙并不服法院的判决，他在狱中找到了化学分析团队，去重新检测了案发中蔡澜熙穿过的运动裤，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裤子上面并没有汽油痕迹，如果没有发现汽油痕迹，警方就缺少了一个关键证据。蔡澜熙确实不应该被草草判刑。可法院并没有理会这个新发现，蔡澜熙继续上诉，为自己申冤。他坚称纵火的人不是他，自己也没有和侄子蔡肯尼说过要放火烧掉家里，凭什么自己要在监狱里度过一生？2015年，他找到了著名律师和波士顿学院的法学教授来帮忙。2位律师回顾了整个案情，也觉得此案有很多的漏洞，觉得蔡肯尼的嫌疑更大。可此时，蔡肯尼早已不在美国，飞往了中国香港。那么，这个蔡肯尼为什么在被无罪释放后就立马离开了美国呢？律师走访了他的朋友，发现在蔡肯尼身上果然藏着秘密。他的朋友表示，蔡肯尼沾上了毒品，被爷爷蔡希米发现了。蔡肯尼曾说过，如果回家被爷爷打，他就放火烧掉房子报复爷爷。结果他家的房子就真的着火了，并且在2009年，蔡澜熙还在狱中等待庭审时，蔡肯尼竟然又在家里放火。出现在蔡肯尼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当时一名检察官也曾给他的同事约翰发邮件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撤销蔡澜熙的案子，他可能是无辜的。但是在案件疑点重重，负责此案的检察官约翰却并没有理会。而此时有重要嫌疑的蔡肯尼也不在美国了，蔡澜熙的律师该怎么做才能让案件出现新的转机呢？蔡澜熙的律师在接案子时就发现了不对劲儿，深入调查后发现这起案子办得非常的随意，连关键证人出席的次数都达不到审判的标准。他们想不通这种情况下蔡澜熙是如何被判无期徒刑的。于是蔡澜熙的律师要求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约翰把与此案有关的电子邮件提供给他看，可检察官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了5年之久。直到接到最高法院2位检察官命令必须提供邮件后，蔡澜熙的律师才终于拿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文件。而在邮件资料到手后，律师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一切来龙去脉。原来负责此案的2位检察官约翰和凯伦在刚接手案件时，就把个人的主观思想融入到了案件中，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案子，而是直接将歧视带入进了案件中。在警方收证时，就将蔡澜熙定位成了嫌疑人。在检察官提供的邮件中显示了他们2人提供的部分证词是完全伪造的，比如蔡澜熙裤脚有汽油，当时并没有化验结果。而那些可以证明蔡澜熙无罪的证据并没有提供给法庭和陪审团，所以在2011年最后一次审判时，蔡澜熙才会被判刑。在邮件中，检察官约翰拿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开玩笑，他嘲笑亚洲人的英语就是差。他还在邮件中写，蔡澜熙出庭时身穿旗袍，还在法庭后面折纸，十分可笑。而且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2位检察官为了将罪名强制性的加在蔡澜熙头上，还掩盖了蔡肯尼的重要犯罪证据。原来2位检察官早就知道蔡肯尼的朋友曾表示蔡肯尼承认过火是他放的，目的是为了复仇。在蔡澜熙入狱后，蔡肯尼还犯下过另外2起纵火案，他才是那个应该被判无期徒刑的纵火犯。随后，律师代表蔡澜熙提出了上诉，并表示错误的定罪是由歧视和其他官方不当行为造成的。案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2位检察官一直都没有对此案件回应，也没有道歉。9月29日，当地法官向法院申请撤回诉讼，表示不会再继续追诉。最后，法院根据歧视性的电子邮件、被告的辩护律师提供的无罪陈述以及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同意撤销判决，蔡澜熙被判无罪释放。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因含冤入狱又被判无罪的亚裔美国人。我们对他的沉冤昭雪感到高兴。17年后的重获自由，蔡澜熙早已不是那个叛逆的青春期少女。
34岁的他在出狱后这样说道：没有什么能抹去我失去父母的痛苦，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我每天都在想念他们，即使在监狱里，我也试图以纪念他们的方式生活。我很欣慰，真相已经被揭开，我的生活又回到了监狱的围墙之外。蔡澜熙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只是希望能安静地过完自己的生活。蔡澜熙在狱中的17年并没有放弃自己，不仅为自己洗脱了冤屈，还成功拿到了波士顿学院的学士学位。他表示对于自己的未来依旧很有信心。虽然这起案件的结局是好的，但造成这起冤案的原因真的值得我们深思。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一个公平公正，完全不应该被肤色、性别等原因所影响。只希望全世界的检察官都能谨记公平公正这一原则，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